我觉得有点不对。卧云先生从来没让我等过。什么意思？最近这半个月，他金盆洗手，辞去了董事会主席的职务，导致 WeCloud 的股价暴跌，蒸发了20几个亿。我不确定他还有没有魄力管墨镜的事儿。你是说他会变卦？请稍等，谢谢。Wendy，这么巧，你们也在这儿？是卧云先生约你来的吗？当然。他是故意的，把我们都约到这儿，让我们自己吵个不亦乐乎。别丢人现眼了，咱们走吧。留步！把你们约在一起是我的意思，是为了一次性把话说完。鉴于公司内部原因，我的投资计划暂时放缓，所以魔晶的 B 轮融资我不投了。郭新年，非常抱歉。卧云先生，你看，计划书是您让我写的，我写完了，你总应该看一下吧。没有意义了。那你之前说的话是放屁吗？郭新年，送客。不好意思，这边请。郭新年，骗子都是骗子，这帮有钱人没一个好东西，谁也靠不住，只能靠自己。再重复一遍。下飞机以后有2个人过来接我，地址在定慧医院，期间不能回家。老爷不让出门是避免麻烦，我处理完了以后马上回香港。金先生，金城，跟我们走一趟，有案件传讯你。误会，听我解释。我们少爷回香港看病，我这有医院证明，已经给政府汇报了。有事回队里说。怎么回事，老董？少爷，少爷。又来了啊！王云武，原来微软的；李克，原来 IBM 网络安全主管。哎，你看后面戴帽那是谁？啊，孙川，原来也是 IBM 的。那孙川后面那俩呢？这俩人不认识，但是也眼熟。雷东，你看看。算了，不看了，别气。这一下聚齐这么多人，他想干什么呀？这一看，也不是一下子聚起来的，这是预谋已久啊！你想啊，在这环境下架网线，铺设个办公环境，这代价够大的。
人的代价更大。哎，你们想想啊，这些人基本上可都是主管级别的。我问你们，就他们这些人给普通的价钱，能到这种地方来吗？我是真想不明白这托尼他想干嘛了。你说他想干什么事儿，咱也没说反对过。可是现在放在麒麟企业那么大的事儿不干，弄一帮人跑穷乡僻壤这儿，你说这是干什么呢？就明摆着吗？托尼拿着自己的钱，给自己盖了个秘密基地，这就是要单干啊。我们只不过拿钱买游艇，他的好，拿钱搞了个基地组织，背叛，这就是赤裸裸的背叛。有什么事儿都在我身上。啊，孩子的身体还是很要紧的，我也跑不了。有什么需要我的可以说嘛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一定配合。当然，好，再见。这次我怕他回不去了。邵总，哎，找我呀？办公室说吧。都在啊，聊聊呗。好。不对吧？啊？这个行吗？请问罗文先生是哪位啊？你们是？我们是麒麟企业技术部的。叶志光叶总想请您过去开一个会。谁？叶总是麒麟企业的创始人，不知道吗？还有，大家先把手里的活放下，会议结束之前，暂时不要离开这个地方。谢谢大家的配合，请吧。请吧。怎么就走了？什么情况？这些人你认识吗？现在虽然看起来风平浪静，实际上是各方的酝酿力量。一旦大战爆发的时候，游戏、电子商务、会员服务、广告、新闻一样，跑马圈地，占领制高点，世界大战。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打造一艘航空母舰，向对手发起冲击，要么夺取，要么摧毁，不可以没有准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成立这个研发中心，就是为了要研究发展最新的软件跟技术，让我们保持在对手前面。这是我们新的航母基地。我知道你们暂时不同意，但我还是做了。时间会证明我是对的。Tony， 你不用跟我们说这些。要是对我们有什么意见，你就直说。今天呢，我们不谈专业。我们都是专业出身的，不讨论专业问题，讨论什么？团队。你跟我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，你是想打散我们的团队吗？我们的团队有那么容易打散吗？您记得当年，我们恨不得有人出50万，我们就把麒麟给卖了。
北上广深我们折腾得不亦乐乎，没人愿意正眼瞧我们一眼。那些日子我们不也过来了吗 ？Tony 啊，我不知道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。你知道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呀？你在另立中央，你在搞你自己的小圈子，这是在分裂。照你这么干下去，麒麟就会被毁了的。我没这么想。那你的产品跟麒麟现在是什么关系啊？成熟了也还是麒麟的一部分。说得好听吧，Tony？咱们可是一起出过汗、遭过罪的兄弟。现在放弃麒麟，那都是我们竞争对手想方设法、千方百计都做不到的。你要是做到了，那就是自己动手砍招牌。我们之前做的软件是基于 PC 的，现在做的软件是基于手机的。我保证这个软件成熟之后不放到 PC 端去，对麒麟没有危险，不存在自砍招牌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我想问的是，为什么不能自砍招牌？我们自己革自己的命，表示我们自我蜕变了，我们进步了，我们就还有在互联网世界生存的权利，不是吗？托尼，你将来不打算引入麒麟软件的用户吗？准备和蜜疗魔晶一样，从零开始，2亿的用户说不要就不要了？我现在摆明跟你说了吧，Tony。要是没有麒麟这么一个庞大的用户支持和技术后盾，你想怎么着？带着几十个人躲在农村？你的技术力量够吗？外围有保障吗？运行测试能做吗？你的钱够烧吗？未来市场运营、知识产权的法律保障，你还能找到一个比麒麟更好的平台吗？你自己的软件做出来也成功不了，这一点你是知道的。这么好的事业，这么好的平台，不能说不做就不做。我还真能够说不要就不要了。办公室留给你吧。也就是说，你打算离开我们了？你是麒麟的灵魂，你走了，我们的市值损失是无法估量的。你下决心要走？温小姐你好。你好。你怎么找这儿来了？我听说金总心脏不太舒服，我特地来看看。谢谢，没你说的那么严重，只是正常的身体检查。你还有别的事儿吗？上次我们谈的收购魔晶股份的事情，我拟了份合同，想请金总过目一下。啊，这时候谈不好吧？你看这样好不好？等金总身体允许的时候，我给你打电话。对不起。Tony，今天我们大家都在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要是对我们大家有什么意见，咱们当面说。干什么呀？好不容易打下的天下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着就没有办法解决了？非得要弄得一拍两散、鸡飞蛋打，是不是？我们年轻的时候一无所有，但是热血沸腾。现在呢？你的个人财富过100亿了吧？今年胡润的中国富豪榜排名又靠前了。你是我们这几个人当中股份占的最多的、最富的，排名也是最靠前的。怎么着？现在指责我们大家买别墅、买豪车，我们不是清教徒，没打算一辈子干工作干到肝癌为止。我没指责任何人，
大家的财富是年轻的时候挣出来的，当然有享用的权利。问题是，问题是我不想，我不想开游艇，我不想去澳洲买个别墅睡在里面。我为什么要在外面另起一摊？因为我斗不过你们。公司内部已经腐败了，跟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都是一样。刚开始的时候开天辟地，无可抵挡，然后呢，一旦失去动力，内部就开始腐朽。黄炎培管这个叫做历史周期率。公司现在就在周期里面。过新年，过新年！下班了，人都走光了。你白天上班在这儿，晚上下班还住在这儿，不无聊吗？你不是下班也没回家吗？我今天就不想那么早回家。这2天我心情有点郁闷，我来就是想占用你点时间，晚上陪陪我，行吗？叶总，人来了，让他进来吗？你来干什么？哎，我叫人请他过来的。我们就是想看看您聘请的领军人物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。罗先生，我听说您的软件和摩金竞争失败了，到处找投资，现在还不稳定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在运营商手下的互联网研究中心做技术主管，后来为什么不做了？因为他们不称心。你手里现在这个产品有没有商业运作这个构想？没有。我问你一句啊，你的这个产品是否能够承载麒麟技术的所有研发项目？麒麟企业的这个技术部有上千人的团队，你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来担当这个团队的领军人物呢？那肯定是没有。所以我就说，你也就是个互联网的浪人，可能我这么说都好听了，你就靠做点山寨软件，投资自己都拉不来吧？那么我再问问你，你就在你那破厂房里面，你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做得出符合这个市场要求的合格的产品来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够了吧？远远不够。我想再重申一下我们的意见：另起炉灶，多此一举。Tony，我建议你在外面这支团队可以并入总部的产品基地。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托尼，今天就算是麒麟技术股东会，你可以不同意，但也没什么用。一旦进入总部，我的产品还怎么开发？说来说去，你就是对我们有意见。叶志光作为技术部的主管，为什么不能把这摊挪回来？你是不是想让他辞职？别，这话让Tony自己说。Tony，如果我做的达不到你的要求，我可以辞职。你一句话的事儿。这可倒好，开个会还得躲出来开，太阳都快晒死我。
有什么话赶紧说吧。我就是个天使投资人。本来大多数天使投资人都应该在 A 轮融资后盈利套现退场，结果我和徐家莹被郭新林给忽悠了，还指望他开创奇迹，这就叫人心不足蛇吞象。现在被动成这样，路是咱们自己选的，就不说这个了。咱们说说洛菲斯把股权卖给李奔腾，结果会怎么样？第一，他变成大股东，以后什么事儿都得听他的意见。第二，依着郭新年现在烧钱的速度，如果李奔腾不同意继续追加投资，剩下的钱就得咱们几个自己掏。我肯定不掏。温迪，沃云生那边 B 轮融资到底有没有可能？郭新年跟纳兰确实一直在争取沃云生的 B 轮融资，但是我现在可以肯定沃云生不会再投了。原因很简单，我觉得李奔腾跟沃云生已经谈好条件了，他们背后有交易。又是李奔腾，他真成神了。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金振邦了，而且又突然住院了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如果你们都同意的话，我就再争取一下。我不同意，我都说过多少次了，姓金的不行。我也表个态啊，我手里这点股份不能变成废纸，我得把它变成钱。谁也别想祸害我嫁不出去。原来各位传说中的大哥也会像小孩一样吵架。说辞职就辞职啊！哎呀，你们这个高级地方实在是太冷了。我最近已经习惯我们那个破厂房了，每天出一身大汗，也挺好。白读，我们那儿还真不错，能吃得饱，也有床睡，挺好的。每天一大波人一起碰撞，谁有了想法就立刻跑到电脑面前写下来。创业嘛，各位都是创业者，也都经历过创业时代，一定明白我在说什么。那段日子不值得你们怀念吗？刚才您说我是互联网界的浪人，其实您说的对，我还真是挺浪的。您知道我怎么看您吗？要我说，您就是互联网界的暴发户。您几位都像，真的。我真是挺喜欢现在我们那个破工厂的。如果您几位觉得我们顶着麒麟的名头，在那么个野地方野着，不好听，别人看了不好看，而不是因为什么真正的权力斗争什么的话，那我觉得各位多虑了，不用替我们操心。我们在那不错，真要把我们发回来到这么高级的地儿，我觉得我可能就什么也想不出来了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我觉得现在我们在做对的事情，我们在研发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有意义的软件，我很满足。各位，我说完了，各位老板，请继续开炒吧。
这件事情这样子吧，就当我犯了个错误，你们就让我出去闯一闯，试一试。如果我真的不灵，有一天我举手投降了，那我就去澳洲买别墅，跟你们一块住。托尼，你就别在这和稀泥了。今天正好大家伙都在这儿，咱们就做个决定。要么你把你这个所谓的什么团队解散了，要么就把它归到我们技术部，没有第三条路可走。Tony，你要是投降的话，也是跟自己人投降。这么多年的兄弟感情了，我看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吧？你进来一下。李总，给我们订餐，一天不够2天，2天不够3天。所有人在屋子里面开会，讨论不出结果，谁都不准走。好。通知所有高管，取消休假，全部回公司待命。好的。你走吧。Aye, aye, Captain. 你快点儿，别像老头一样，赶紧。这么晚了，你还精力充沛。我要吃爆米花。好，我去买。来个爆米花。你好，爆米花15一桶。正好，谢谢。慢走，祝您在奇幻乐园玩得开心。我们先玩什么呀？打气枪吧。拖把，行不行啊？就是说你像老头吧，眼睛都花了。再来一把。后边有人等着呢。啊，那个小朋友们，不好意思，哥哥还想再打一会儿。要不你们先选个别的玩，让叔叔先玩吧，我们玩别的去。好吧。好嘞，谢谢。叔叔怎么还跟小朋友抢着玩？叫哥哥。最后10枪啊，打不中走人。10枪就10枪，选一个奖品，我打给你。你说的？我说的。就这个。我就知道你会选那个1等奖，是不是？连中88，是不是？瞧好了，打不中怎么办呢？打不中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我听你的。真的都听我的。我知道你想让我怎么做。现在所有人都逼我卖股权，我现在是走投无路，是想跟我说这个吗？行吧，先不聊这个。好，先打枪，我说话算数，打不中我就卖股权。不过我运气一向很好，不可能打不中。走你！拖把，走你！拖把，你的运气呢？别着急，好运马上就到。哇！看到没？哇塞，4枪，5枪，6枪，老总7枪了。安静点，就差最后1枪，关键的最后1枪，来，给我吹口仙气儿，吹一口仙气儿。赶紧打吧，碰到也算。
调好了。各位，看到没？我说我败不了吧？呀！ 漫漫人生路，我想抱抱你，对你说声 See I do。有你陪着我，抵御严寒和酷暑，我们一起踏上前方的旅途。 踏上前方的旅途。扯轱辘话说一天了啊！不是真的，我真想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哎，就这么一个对讲机功能，然后，你刚才怎么说的？还有什么功能来着？行了啊！你已经没有说话的功能了，你闭眼歇会儿吧。重点就是用户体验不一样，新的产品。 以对讲机作为核心功能，抓起来就能用。那就找最好的设计师设计出来啊！架构咱们自己做，视觉上的东西没有那么难。同学，我大学几个同学在硅谷成立了个设计团队，那个苹果电脑的白色方块就是他们作品。你要是需要，我随时把他们叫过来，好不好？用户体验不是只有视觉、线条、美工，这些都是锦上添花的。咱们现在目标很明确。 就是使用方便，增加使用者粘合度。所以，除非新软件围绕着对讲机功能展开整个架构，那这跟原来的麒麟还一样吗？说来说去，你就是要砍招牌呗。哎呀，我都说了一天了，你们怎么那么固执呢？死守着 PC 有什么好的？你们要真看我不顺眼，干脆举手表决，把我开除了，回家睡觉去。哎，Tony。 咱们谁也别说谁固执，要不是因为咱们固执的话，咱们也不会因为这么一个事儿，咱们就耗到现在这个点儿。还有，我们哥4个都认可你在麒麟的作用，你是灵魂人物，我们怕你，所以你别老动不动的就什么举手表决啊、辞职啊、回家睡觉，拿这些东西来威胁我们。这样，你要是看我们不顺眼的话，你就把我们开除了，都不用举手表决，好吗？现在是你威胁我。 你是灵魂人物，我怎么威胁你？谁不是呢？哎，你们干嘛？我收拾一下桌子。收吧。哎，还有灵魂人物，这么大个老板，你是不是下回能给我们订点稍微好吃点的东西啊？太难吃了。 李密，哎，把吃光的降压药拿来。好。还有，给我们整4布尔塞来。好。胰岛素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胰岛素。啊，好的。而且。 在新平台之上，除了对讲机功能之外，以后这个软件必须具扩张功能，就是我们可以再扩展它其他的新功能。这个东西是我们原来的麒麟做不到的。行，你别以为我们这儿圆记一个，你就能说得过我们啊！来，你说。谢谢你来陪我。谢谢你送我回家。任你去随便遗忘，去一个没你的地方，试着忍住不去回望。
长出翅膀，再不害怕飞向流浪。怎么了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、开开心心的吗？怎么现在又愁眉苦脸了？不想送我？没有啊，我这不是已经把你送到家了吗？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，跟所有人闹意见，坚决不卖魔晶的股份。我虽然没什么资格劝你啊，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该放手的时候就不能恋旧。这个世界很大，人这一生也很长，执着固然好，但不能固执，这样只会把跟你合作的人都伤了。我是不是非得把魔晶卖掉，这个世界才算满意？我知道我做不了乔布斯，我也不可能把魔晶做到像麒麟一样有划时代意义的软件。我其实就是个无能的人，对吗？你跟我说句实话。乔布斯这一生过得很狼狈。你要问我，我不喜欢，我也不想你成为他那样的人。魔晶一定是一款伟大的软件，只是它诞生的时代和麒麟诞生的时代不一样，所以命运也会不一样。郭新年，其实我常想，你要是真的能再笨一点，再傻一点，真的像二哈那样就好了。这样至少你能少一点痛苦。我要是放弃了魔晶，我去哪儿？我除了会做软件，我什么也不会了呀。不要把自己说的这么可怜。我今儿挺可怜的。我除了刚才瞎猫碰着死耗子，连打中了8个气球以外，我活到这么大，我有什么事是顺的？你知道吗？刚才你在打气球的时候，我很紧张，我一直在求老天。求他什么呀？我求他保佑你这个死脑筋，让你至少在今天可以过得快乐一点，至少在今天可以得到所有你想得到的东西。你看，这不就心想事成了吗？那我还有个奢求。你说，老天爷一定能满足你。我爱你。几点了还不回来？纳兰，回来了，站在外边干什么？有话屋里说。晚安。妈，回去了。几点了还不回家？以后早点回来，多让人担心。
好说我运气不好。卢卡，哎，这还早呢，你再睡会儿。你干嘛呢？我马上就完事儿了，你再睡会儿，我一会儿过去找你。你到底干嘛呢？平凡又普通，美与众不同，别人眼中的我。谁不想成功，梦醒成英雄，在你眼中我不同。今生只有你看好我，只有你相信我有梦，有你带给我的星空，从未想过离开过。爱带你我走很久，幸好你在左右，陪我从无到有。爱该不该再等候？快将爱说出口，与你相守。幸好你